糜先生，怎么没在屋里歇息啊？啊，在屋里歇了一宿了，到山上来喘口气儿。这地方，当地人称神仙沟。当年武帝征拢伐蜀，张鲁之弟张卫便在此安营扎寨。那为什么现在都一片荒芜了？原本有一支蜀兵在此驻扎，据说有位老神仙来看过风水，说是中线外凸，纵沟横锁，是个困字句。蜀地迷信，下旨撤财了。哎，刚好便宜了咱们5仙道啊！我怎么觉得这有中心之象啊？你看，虎踞、龙盘，挺好的呀。哎，糜先生说这话，跟黄继久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哎呀，这恐怕是要变天呐！这场雨来势不小啊！糜先生，啊，咱们先回吧。我想再看看。雨快来了，先回吧。来，好。白帝的街亭情报原件入档后，没有人调阅过。我去调阅，怕引起冯曹院不快啊。没事，那我想办法。啊，好。哦，今日冯曹院派我去阳平关核查魏蝶身份。追查烛龙是长线，不急这一时半会儿。小何，我把雕版可交给你了，先存静安司吧。是，一定要保管好，我可是签了字的。李曹院放心，我派专人保管。怎么样？哎，勋导，你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和我去阳平关。那得打扰雨批了，这雨看样子小不了。行，马上吗？他老丈人重病，正要跟您报价回乡。啊，那只能辛苦你了。这个是重要政务，今天晚上你值班看守，绝不能出岔子。是。还挺沉呢，这什么呀？哎，不看不问不知道，这是咱静安寺的3铁律，记住。管它是什么，就当是我自己的一条命。熏桃，熏桃，对不住啊，没事。刚才廖委会已经跟我说了，你早去早回。静安司最近正缺人手，多谢熏桃体谅。快去吧。我把这2只竹雀埋在了入蜀的途中，你找人尽快把它挖出来。好，我把位置给你。好，糜先生放心，绝对不会耽误。多谢。诸位长老，严防死守，切记不能产生任何纰漏。是。大祭酒，这是来了啊！今日得到线报，说与糜先生同行之人，是为蜀谍白帝。陈主簿，你可知晓？哼，好在此人已经死了。还有一事，郭郡守已经派2位使者前来给你我传密令，今晚就到。今日？届时本记者要好好款待他们，糜先生也可以同僚叙旧，岂不美哉？自当奉陪。陈主簿。哟，添了这么多人手。天水使者来传密令，事关重大呀。大祭酒特意吩咐了，多加人手，各处巡逻，以防蜀谍渗入。
啊，我自身好。糜先生，今日的筵席可别误了。多谢提醒，放心。盯紧他，一有逃跑迹象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子明，快！徐将军，总算等到你们了，赶紧验尸鉴定，都臭了。司文曹诸事繁冗，耽搁了一天。跟我来吧。二位，我就先不进去了啊。笔墨靠墙的桌上都有。哎，啊。你了不起啊！死者身高7尺5寸2分，面黑，手细，无瘢痕，身份可能是富商或者官吏。郭郡守已经差使者来给你我2人送信，今日便到。糜先生，大祭酒吩咐，一切人不得外出。哦呀，我要登科。给糜先生拿马子和侧筹。是。要快啊！右臂内侧有刺青。是忍冬草，忍冬草是东吴长沙郡陈氏家族族徽。随身物品呢？需要查看。都在隔壁厢房，弄完了就出来吧，我带你们过去。怎么样？有何异动？出来过一次，说要登坑，错不住。屋外都布置了眼线，外围也加强了警戒，谅他插翅难逃。只是，说，今日糜先生的反应挺镇定的呀。堂堂一个司马，这点气质还是要有的。过了戌时以后，就将他门外的守卫全部都撤掉。这不是给他逃跑的机会。我就是要看一看，他到底是忠还是奸。2位使者那里，千万不要出现任何差错，否则唯你是门。是。这个尸体勘验文书副本，就由徐将军、程江马代将军。烦请荀司卫画个押。啊，自然。没有你荀司卫的画押，尸体臭了，咱也不敢埋，不是？徐将军受累了。这雨太大了，再关上歇一晚就回去了。啊，不了，曹燕还等着回报呢。这雨这么大，人受得了，马可受不了啊。军头，徐将军说的有道理，这种天气哪要受寒了就麻烦了。
那行，给徐将军添麻烦了。小事，小事。哎，别卸了，东西都淋坏了。就是雨停了再说，先搬库房的。走走。哎，来，哎，对，慢点，哎，留神脚底下啊，哎，对，那箱子往那儿摆，哎，往墙角放，对，摆那儿多难看，哎，好，哎，来，屏风啊，听我的，往这边来一点儿，再来一点儿，哎，一会儿把那个窗户挡上点啊，李曹院这窗户朝西西晒，还是孙司卫想的周到。哼。咱主机室是干什么吃的呀？上次想到的，咱们得做好；上次没想到的，咱们得做得更好。哎，那俩人什么来历？从遗物来看，这2个魏谍是从斜谷走汉路入境，身上的令牌是五仙道姓的。五仙道？对，确定吗？确定啊，很明显。魏谍接应人就是五仙道的，那个死者陈卫，他用的应该是化名，但确实是东吴长沙郡陈氏族人。跑的那个人情况就不明了。哦。他一出来，立即拿下。好。比死马，你总算来了。谭英雄，失礼，来晚了。请吧。大祭酒，这位是韩校尉，天水的迷死马，你不认识吗？大祭酒，他可不是迷死马呀！哼，迷死马，韩少爷他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2位是什么人啊？您不是说
有2位从天水来的客人吗？我在天水，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2位。我乃长安监军司韩孝仁，奉郭淮刺史之命，到天水与郭刚郡守会合。郭刚郡守命我将密信带到此地，正因为我和那弥司马有旧，所以说，我不能让大计角中了那蜀谍的奸计。韩校尉，此人既非迷虫，难道是？难道你是蜀谍白帝？你杀了迷冲，来个借尸还魂，又借他的名义混到5000道，对吗？弥司马，可有此事？月黑星稀，乌鹊南飞。什么？月黑星稀，乌鹊南飞。月黑星稀，乌鹊南飞。密语，这不是监军司马出外勤必备的规矩吗？我从天水来，郭刚郭郡守跟我相约了一个密语。如果这2位是郭郡守派来的，想必他已经把密语告诉了你们。那接下来2句是什么？说。说。蜀谍，你在使诈！那密语是假的。你能跟我回天水面见郭郡守，当面对质吗？敢吗？你敢吗？敢不敢？胆小！听说长沙郡陈氏会将斩冬草族徽刺在身上。既然双方各有争执，不妨请弥先生自证身份。很小，再证清白。抢吧。弥司马多有得罪。你不是说你是长安来的吗？为什么用的是益州刀法？所以你才是蜀谍。大师兄，救命啊！该死的蜀谍！上到5000道头上来，多亏弥司马慧眼，不然险些着了这2个狗贼的道。对不住了，计较严重了。我到这儿不就是干这个的吗？分内之事。弥司马所言极是，前则带弥司马
好好梳洗一番。是。这次李岩将军联署上书弹劾丞相，下了很大决心啊。不成功，便承认，就算诸葛匹夫不倒，也要斩断他的一臂。说实话，李岩将军对你有些看法。知道。进司文曹2个多月了，也没捞到杨仪什么把柄。汉南，这次朝会可就只剩3天了。行，3日之内必有干货送到成都。荀许说的那些不过都是推论怀疑，用处不大吧？荀许的举报只是一个由头。我已安排殷勤，嫁祸也。能成吗？成大事者，又岂能在乎小节？此事绝对不能有任何泄露。我心里有数。司职，忍住了啊！齐大戟门这个月的出行记录汇总以后送司文曹。冯曹院亲自核查过了，还要汇总吗？那是以前，司里现在有新规矩。在家记录成册，月底送到。冯曹院，殷司尉，找我有事儿？没有，路过，正好看见你了。成都有份急件，放在您桌子上。没交给吕曹院处理啊。成都急件已经由冯曹院先阅为上。走了，先回司里。曹院慢行。冯曹院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全批归朝，开门，开门！怎么回事啊？今儿怎么这么早扫门啊？今日雨大，李曹院担忧山洪爆发，命各司提早1时辰散牙。殷司尉留的急件呢？曹院。这提件散牙了，司里还有谁在？静安司还有人。你也先回去吧，我去看看。冯曹院，这都散牙了，怎么还不回去啊？
些政务存在柜子里，荀四卫让我监店值守。行，那你直说吧。是。倪先生受惊了。汉中五仙道4000余众，祭酒以下长老257人，今后全凭先生驱策。哎，这哪儿当得起啊？我一个小小的监军司马，祭酒是陛下亲封的平南将军，我受不起这大礼。哪有？先生救我于鼠蝶水火之中，岂能与官职大小分之？若蒙先生不弃，吾愿与先生结为兄弟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好，大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愚兄能得贤弟大助，岂非天意啊！这位是圣姑，虽然还未正式迎娶，但贤弟也可视为嫂嫂。见过嫂嫂。有幸得识糜先生，也没准备什么礼物。俗话说，宝剑配英雄，这把剑千金断玉，也算不俗，就全当是见面礼了。哦，真是一把好剑。谢过嫂嫂。改日也可让圣姑带贤弟好好看看我五仙道的威风。好，圣姑，我与贤弟还有要事相谈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贤弟此次到达汉中，还有其他要事否？当然，千篇计划。愿闻其详。接警情报原件调阅手续需要封曹院签字，这是个麻烦事。白帝原始档案存放在书佐台，书佐台的魏亮跟我有些交情。不行，不能惊动任何人，要悄悄进行。明白。怎么了？这是？这么大阵仗？肯定出事了。站住！你是何人？要去哪里？监安司4位巡巡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徐四卫，府中将军，你来一下。请。忙弄什么呢？有利索点，把物证赶紧拿出去。哎，要会人呢？薛四卫，昨晚你在哪儿？
昨日我和静安寺裴旭，奉冯曹院之命，前往阳平关，核查潜入魏谍身份。回城时，因大雨阻隔，阳平关徐将军就让我们在关上留宿一晚，刚回来。廖辉到底怎么了？昨日傍晚因大雨，司文曹提前了1个时辰散衙。经初步勘验，就在那时司里发生了重大窃案，军谋司、司文司都有物品被盗。当时贵司廖慧值守，被凶徒杀害了。廖慧死了？对，死了。胸口中刀，刀入7分。你们退下吧。第一个发现现场的是军谋司的高堂炳司卫，时间大概在41刻。当时司里已经到了不少人，李曹院、冯曹院也都在。高司卫发现房间里丢失了物品，就向冯曹院禀报，结果发现各司都有物件失窃，静安司却无人报告。冯曹院就让高司卫过去看看。李曹院和冯曹院商议后，当即禀报了李岩将军行辕。刚才那些仵作不是司文曹的。接急报后，胡某一面将情况飞禀成都，一面带李岩将军直辖卫队，会同南政府衙仵作进驻司文曹。刚对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。你方才跟我说，廖慧是在搏斗中遇害身亡，但他身上没有丝毫搏斗痕迹。这个问题重要吗？该问的你怎么不问？我知道，存放在静安寺里，白帝密语雕版丢失了。正是。孝和是静安司司卫，案情侦破最是擅长。胡忠将军又何必让南政府衙介入调查？此案很有可能内通外连，胡某绝不能大意。啊，孝和昨晚留宿阳平关，对吧？绝无涉案可能，理应主持此案调查。荀司卫刚才也看了现场，心里应该有判断吧？这是一起魏谍案，而且和白帝接听情报直接相关。何以见得？这是裴旭对所有司里丢失物品做的一个统计。除了司文司殷司卫丢失了一方镇纸，是先秦之物，比较贵重，剩下的都无足轻重。所以，窃贼真正的目的，就是盗取存放在静安司里的白帝密语雕版。有道理。白帝密语雕版为什么会在静安司？啊，这件事情我知道。我是司文曹主计使司卫孙令，有公务禀报冯曹院。孙司卫，奉胡忠将军令，司文曹失窃案勘验结束前，司内任何人不得随意走动。怎么还没勘验啊？不是已经收摊了吗？这估计勘验啊，还要些时间，歇会儿。怎么，
吴中将军不让你开口说话呀？终于勘验完了，看来南镇府衙仵作的效率也不高啊。彭英，你被捕了。什么？我犯了什么罪？情况已经飞禀成都，连将军很快就会赶回南郑。这话，你还是当面问将军吧。扯淡！你胡忠虽是李严将军亲随，但你我互不同属，你有什么资格逮捕我？上！冯英，你要造反吗？你暗通曹魏，杀人灭口，证据确凿，还不下手？吴中将军，你难道不想问问我的口供吗？不急。如此处置，是否太过于仓促了？非常时期，必须当机立断。昨日，司文曹提前1个时辰散衙，留在司内的人员并不多。冯英的侍从录有口供，在案发当时，冯英返回司里，去静安司找过廖慧，其他人员也均有旁证，都不在案发现场。案情勘验书上也记录了，司文曹并无外人潜入的痕迹，对吧？对。冯英是唯一具有作案可能性的人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你告诉我，怀疑冯英和孙令与街亭情报案有关，那冯英就有了盗取白帝密语雕版的动机，所以冯英的嫌疑极大。你同意这个看法吧？案情勘验书和对冯英的审查，你签下字，必须立即飞报成都。但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冯曹院很有可能就不是涉案人啊。什么？司文曹虽然职位众多，分工不同，但实质上就是用尽一切合理的可能性去杀敌无形，获取情报。冯曹院他是司文曹创始人之一啊，他精通此道啊，不可能犯下这种低级错误。小何，也许冯英正是利用了你这一盲点，他料定了你就会有这个思路，这样一来你就落入了他的算计之中。这种可能有是有，但是太过于冒险了呀。这话你之前就说过的啊，在情报的原件和意见上去做手脚，太冒险，不专业。但事实证明了，不专业往往就是魏谍出奇制胜的手段。白帝密语雕版的灭失，恰恰就证明了我们之前的思路很可能就是对的，以至于冯英不择手段，狗急跳墙。可我还是觉得这有一些勉强啊。小何，那你刚才所说，也都只是你个人的推断，对吧？这案情勘验书上所写，都是事实，对吧？既是事实，那就签字。如果你还有什么疑虑，想要继续查下去，可以。签了字，飞报成都，你继续查，我支持你，不矛盾。你要知道，
李岩将军此刻虽然身在成都，但非常关注这起案子。案情调查的每一步进展，都要及时向他报告啊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司文曹判案不能用心证，一切都要以事实为依据。